还未出生，我便已是这世间最强的天敌。为了不让父母认为我是一个异类，我打算生下来就以普通人的身份与他们相处。可就在父母为我赐名的那一刻，天地一变，金榜降世，而还在母亲腹中的我也被曝光在世人眼前。鸿蒙金榜将会每3年公布一个榜单，这次公布的是修为榜，修为越高，排名就越靠前，只公布100名以内，上榜者可获得丰富奖励。这一刻，任何隐世老怪都无处可逃，通通被金榜曝光。甚至有人发现，已经死了几万年的老怪也都没有死，而且修为还长了一大截。现在公布第100名，陈明道，外号道法真人，圣王境界，奖励1缕先天仙气。随着金榜曝光，玄尘仙界的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圣王境居然才排第100名，上面的人得多强啊！不过想想也正常，这世道卧虎藏龙的，我这个金丹境的真是羡慕的要死。看来我这辈子想进前100名是没指望了。听到第100名才是圣王，所有人都震惊的不行。圣王已经是极高的境界了，很多人穷尽一生都达不到，可有些人一出生就自带超强圣体，以后轻轻松松就能修到圣王境。另一边，3000大洲里的子洲，一个修者慢慢睁开眼，惊讶地看着鸿蒙金榜，竟然是先天仙气，第100名就能拿到这么好的奖励，那我紫雀老祖岂不是能拿到更好的？这先天仙气要是让我得了，我绝对能冲上更高的境界。他对自己那是相当有信心，因为他是大地境，据他所知，3000大洲里大地以上的顶多也就10来个人，所以他肯定能拿到排名靠前的奖励。韩州一个宗门的暗室里，一个瘦得皮包骨的老者听到金榜的声音，猛地睁开眼，没想到我陈明道假死闭关这么多年，居然被这什么鸿蒙金榜给曝光了。这鸿蒙金榜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几百年前就假死闭关，躲在自己宗门的暗室里苦修，想突破到圣尊再出去，没想到就这么被金榜给揪出来了。可一听到奖励，他简直欣喜若狂，先天仙气竟然是这种宝贝，等我拿到奖励肯定能突破圣尊，到时候就能找那老东西报仇了。陈明道咬牙切齿，胸口剧烈起伏，他之所以闭关，就是因为被人打成重伤，寿元大减，本想着闭关突破圣尊后恢复实力再去报仇，没想到这鸿蒙金榜直接送了他1缕先天仙气，有了这仙气，他肯定能突破圣尊。1缕先天仙气就让整个玄尘仙界都沸腾了，这可是绝世珍宝啊！任何人得到它都能突破修为，就算是仙帝也能实力大增。才第100名就能拿到这么好的奖励，那后面的奖励还不得更逆天？大家不由得开始期待起来。紧接着第99名也公布了，第99名李玄，圣王境，奖励2缕先天仙气。听到奖励后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同样是圣王，居然多了1缕先天仙气，这也太爽了吧！要是让我拿到，我肯定能嗖的一下突破到渡劫。同样是圣王，为什么奖励差这么多？1缕仙气那可就是天大的差距啊！我要是陈明道，估计得气个半死。金榜公布的速度很快，一个个名字接连曝光。可当第90名曝光的时候，不少人都大吃一惊。第90名，华游，外号通天魔王，奖励10缕先天仙气，外加一件极品先天至宝。让大家吃惊的不是奖励，而是这个人的名字和外号。这家伙不是几百年前就死了吗？他怎么会在金榜上？难道死了的人也能上榜？可他拿了奖励有什么用啊？这还用想吗？肯定是他没死啊！现在被金榜给曝光了，真的假的？通天魔王可是杀了很多人，现在在泰州那边不知道多少人想杀他，已经找了他几百年了。本以为他死了，现在一看根本没死，那些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泰州那边就像大家说的那样，通天魔王的仇家罗天圣地宗主一听到这个名字当场暴怒，混账，这个通天魔王居然还没死，我还以为他已经尸骨无存了，怪不得我找了几百年都没找到他。宗主一怒，圣尊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，吓得周围的长老们瑟瑟发抖。他们当然知道宗主为什么这么生气，因为通天魔王杀过他的妻儿，所以他才如此震怒。来人，给我继续找通天魔王的下落，我修炼几百年，如今突破圣尊，终于可以报仇了。而在离泰州不远的青州，一个藏在山洞里的中年男人听到金榜的声音后，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妙，不好，我被发现了，这个金榜竟然曝光了我，此地不宜久留。通天魔王惊恐的喃喃自语，他躲了几百年，本以为计划天衣无缝，但现在被金榜曝光，那些仇家肯定会找上门来。如今修为还没完全恢复，可不能跟他们硬碰硬，等那10缕先天仙气到手后，他就不用再躲了。因为通天魔王这时不少人都知道，这鸿蒙金榜能把任何人给揪出来，不管是假死还是用了隐匿功法，在他眼皮底下都没用。还在娘胎里的我知道这事之后，就知道这金宝肯定会把我给曝光，连假死脱身的人都能查出来，那我在娘胎里肯定也跑不掉。没想到自己还没出生就要闻名天下了，不过这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到一个小孩头上吧。第89名，朱大伟，圣尊境，奖励100缕鸿蒙紫气。鸿蒙紫气竟然是这种宝贝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这个朱大伟肯定舒服了，他圣尊境估计刚吸收就能突破到准帝境圆满。第89名就奖励鸿蒙紫气，大家都震撼的不行，也更期待后面的奖励了。而更多人在想，这鸿蒙金榜到底是谁发明的？连鸿蒙紫气这样的宝贝都拿得出手，太大方，太豪气了。听着一个个名字被曝光，我有点听腻了，然后就收回神识，准备睡觉，慢慢的就进入了梦乡。第50名，刘世民，圣尊境，奖励10缕鸿蒙紫气，外加一件下品天道至宝。后50名已经全部公布完了，居然都只是圣尊境以下，这让不少人很诧
诧异，不会吧？难道先帝或者大帝就那么少吗？都第50名了，还是圣尊境？怕是第30名之后才是准帝吧？你们真以为先帝那么容易成？没有万万年的修为，怎么成帝？每个先帝都是靠杀出一条血路的，还得耐得住寂寞。先帝之路谈何容易？3000大洲过去万年，才有几位先帝名震天下。一想到那几位先帝，大家就有些激动。不知道那几位先帝哪位能排第一呢？3000大洲之一的龙州，龙国国府内，龙傲天坐在由龙骨打造的龙椅上，淡淡的看着鸿蒙金榜。一个金榜竟然能曝光所有人的修为，可真是有趣。龙傲天嘴角微扬，淡笑道：“通常圣王以上的人，很多都喜欢隐藏自己的修为，或者有极强的隐匿功法，别人根本看不透。就比如他，就算是天帝，也不可能看透他的修为，因为他拥有史上最强的隐匿功法。但现在这个金榜似乎能识破他的修为，要不然也不会公布所有人的修为了。不知道我这先帝能排第几名，又能拿到什么奖励？”时间一点点过去，直到晚上，鸿蒙金榜足足播报了70个人，直到最后一名，第30名依旧是圣尊境，还是没有出现准帝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播完第30名后，鸿蒙金榜居然不见了。今日结束，明日公布前30名。居然就这么结束了，真是让人错愕。这就没了，太草率了吧？我还以为会播完呢，真无语。就不能一次性播完吗？非得吊人胃口？70个人里都没有准帝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要知道，圣尊和准帝之间可是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，这就是分水岭。突破准帝者，寿元与天同席。我还是很好奇，龙傲先帝、清冷先帝还有虎虎先帝这3位最强先帝，到底谁会排第一？这3位先帝是先帝里最出名也最恐怖的。单说龙傲先帝，曾经以1敌万，以先帝境怒杀1万个圣尊，里面还夹杂着2个准帝，全被他毫不费力的镇杀了。所以大家都很想看看，到底会是哪3位先帝能拿下第1名。次日清晨，李家莫清肚子里的我慢慢睁开眼，睡了一个饱觉。宿主，新的一天到了，是否签到？听到这话，我瞬间清醒，在心里开口：签到。签到成功，奖励宿主练读技能全满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新的练读大师。刹那间，无数知识像海水一样涌入我的脑海，我瞬间掌握了无数种练读方法，以及世间所有的读物。我缓缓睁开眼，惊讶道：这练读还真是博大精深啊！什么无色无味的毒，什么闻一下就能让人狂暴的毒，还有让人走火入魔的毒，简直就是老六必备啊！这签到系统果然牛批。夫人怎么样？肚子里的孩子没什么事吧？这时，父亲李青天的声音在外面响起：没什么事，好着呢。莫青笑了笑，轻轻抚摸肚子里的我。那就好，我现在就让人去煮大补汤。李青天笑道，然后走出去，吩咐仆人去煮大补汤。这大补汤除了能让孕妇养好身子，最大的功效就是给婴儿的，能让婴儿的体质变好。就在我还用神识看着外面世界的时候，一个新丫鬟走了进来。你是？莫青疑惑地看着这个生面孔的丫鬟问道。听到这话，我也看向那个丫鬟。昨天我几乎把李家所有人都见了一遍，唯独没见过这个丫鬟，这不禁让我起了疑心。夫人，我是新来的丫鬟，这是刚刚家主让我给您煮的大补汤。丫鬟低着头说道。莫青虽然疑惑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放桌子上吧，夫人趁热喝吧，不然就失去功效了。丫鬟特意叮嘱了一句，放下大补汤就关门出去了。莫青没有立刻起床去喝，而我则看向那碗大补汤，看了一眼后瞬间一惊，这是断胎散，而且还是药效最猛的那种。熟悉所有毒药的我，一眼就看出这大补汤里加了什么。除了那味断胎散，其他都是灵药灵材。如果去掉这断胎散，肯定是上好的大补汤，但现在就不是了。对方是谁？为什么要下此毒手？想置我于死地？就在这时，莫青慢慢起床，一步步走向那碗大补汤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声音在他脑海中炸响：母亲，别喝！声音响起的瞬间，莫青如遭雷击，手里的碗都拿不稳了，直接摔在了地上，大补汤洒了一地。声音也惊动了外面的所有仆人、丫鬟们，一个个连忙跑进来，唯独不见那个送汤的丫鬟。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仆人们看到大补汤洒了一地，碗也碎了，而莫青一脸呆滞地站在原地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这可是家主夫人，要是有个3长2短，他们都得人头落地。吓得这些仆人赶紧把莫青扶到床上，然后派人去禀报家主。不一会儿，李青天凭空出现在莫青身边，一脸着急地抓住莫青的手，就用灵气探查他体内的情况，确认没事后才松了口气。你怎么样？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李青天担忧地问道。莫青没说话，而是看了一眼那些仆人。李青天立刻明白过来，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仆人们全部离开并关上了门。没人了，说吧。李青天继续说道。相公，我刚才听到咱们儿子的声音了。莫青既害怕又欣喜地开口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孩子还没出生呢。李青天皱眉疑惑道。等等，大补汤。李青天紧锁眉头，看向地上的大补汤，一步步走过去，蹲下身子，轻轻碰了碰那大补汤，放在鼻子前嗅了嗅。忽然他脸色大变，随后猛地站起来。这大补汤里竟然加了断胎散，是谁如此恶毒，竟然在夫人要喝的大补汤里加断胎散？这是要断我子嗣啊！四仇不共戴天。听到这话，莫青脸色巨变，瞬间变得煞白。那里面竟然有断胎散，如果他喝下去的话，肚子里的孩子就会……想到这，他后怕的双手放在肚子上，悻悻地跳了起来。幸好孩子没事，要不然他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混账东西！今天是谁送的大补
补汤。李青天勃然大怒，房门瞬间大开，外面的仆人一个个跑进来，跪在地上惊恐万分。大补汤是一个新来的丫鬟送进来的，她说是您安排的。一个丫鬟怯生生地说道。人呢？李青天怒吼道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最后那个丫鬟摇摇头，惊恐道：他好像不在了。此话一出，是个人都明白了，有人潜入了李家，对家主夫人下手了。听到这话，李青天更加愤怒了，想把所有仆人都杀了，以泄心头之愤。就在这时，他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道稚嫩的童声：父亲，那个丫鬟还没走远，就在右边50公里外的一棵大树下。我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打断了李青天。只见李青天嘴角上扬，冷笑一声，在心里开口：儿子，你放心，你老爹我可是元婴镜。话音刚落，李青天的身影便消失了。元婴镜一念之间就能瞬移上千里，区区50公里，轻轻松松。不一会儿，李青天回来了，而他手里还提着一个女人。说是谁指使你下毒的？李青天冷声问道。女人身体猛地一震，眼里满是不敢置信。很快，他就看到了地上那滩大补汤，瞳孔瞬间剧烈收缩。不可能，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？我为这个计划准备了那么久，好不容易潜入李家。是谁指使你的？李青天一把掐住女人的脖子，冷声问道。做梦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女人冷眼看向李青天，眼里仿佛有无尽的恨意。来人，把他拖到刑堂大刑伺候。看他嘴还硬不硬？李青天冷声喝道。几个男仆人赶紧上前把女人拖走。等女人被带走后，李青天赶走了所有仆人，静静地坐在莫青身边。怎么了？莫青担忧地看着李青天问道。我刚才也听到儿子的声音了。听到这话，莫青脸色一喜，连忙问道。你看吧，我就说儿子能说话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随后怎么了？随后李青天把刚才听到的话以及自己的猜想都说了出来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儿子怎么会是魔神转世？莫青大惊失色，连忙捂住肚子，生怕李青天一时冲动杀了肚子里的孩子。就连肚子里的我也懵了，我怎么就成了魔神转世了？我一脸茫然，自己莫名其妙就被扣上了一个魔神的帽子。宿主搜魂术在玄尘仙界是大忌，凡是使用的人都会被当成魔修处理。听到系统的解释，我恍然大悟，看来自己得找个合理的解释才行，要不然被爹娘当成魔修处理，那就冤枉了。李青天皱眉说道。别的孩子哪有一出生就知道搜魂术的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除了魔神转世，他想不出其他可能。父亲，母亲，我不是什么魔神转世。这时我的声音在两人脑海里响起。李青天立马看向莫青的肚子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您儿子，只不过我10几天前就可以修炼了，然后用神识看了看周围，偶然听到了搜魂这个法术。听到这话，李青天大吃一惊，莫青也一样，10几天前就开始修炼了，这是什么绝世天才？你现在的修为是多少？李青天连忙问道。肚子里的我沉默了，我不能直接说自己的修为是天地境，这说出去估计都没人信。谁家孩子在娘胎里就是天地境，这不是纯纯的妖孽吗？毕竟这是玄尘仙界的最高境界。金丹，我随口说了一个境界，一个既保守又不是很夸张的境界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李青天和莫青两人同时目瞪口呆，惊讶地看着肚子，他们的儿子竟然在娘胎里就是金丹境，这简直就是妥妥的绝世天才啊！没想到啊，我李家竟然出笼了，吾儿李兰有大帝之资啊！李青天忽然仰头哈哈大笑起来，他的儿子还没出生就是金丹境，那出生之后还得了？他的后代竟然这么强。想到这，李青天不禁有了底气，还有3年就要开始少主大比了。虽然儿子3年后才3岁，但金丹境完全没有问题，家主之位仍然是他后代的。儿子，你先好好休息，老爹我亲自去给你煮大补汤，让你更快的修炼。好的，父亲。儿子，你能听到母亲说话吗？莫青摸了摸肚子，宠溺地问道。能的，母亲。这样的话，母亲就能天天跟你聊天了。莫青很高兴，自己的儿子居然能在娘胎里就陪他聊天，这有哪个母亲能做到？随后我和莫青随意聊着，大约聊了1个时辰，鸿蒙金榜再度现世，玄尘仙界无数人抬头看着鸿蒙金榜，期待接下来的上榜者。本次公布前30名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前30名的奖励将不会公布，榜单结束后一同发放奖励。第29名罗天，绰号龙魔帝，准帝境界。准帝竟然才第29名，那前30名岂不是都是准帝以上？此刻在罗州的罗家祖地一间暗室里，罗天正盘坐修炼，听到自己的名字被鸿蒙金榜公布，很是诧异，我竟然才第29名。罗天不敢相信，自己修炼了几万年才达到准帝境，比他厉害的居然还有28个人，那些大帝或者仙帝肯定比他厉害，可其他准帝竟然也比他厉害，这让他有些恼怒，他倒要看看谁在他上面。第28名高迷，准帝境界。听到这个名字，罗天更愤怒了。高迷这狗东西怎么比我还厉害？罗天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个高迷他当然认识，就在隔壁州，两人可是老对手了，每天都切磋，他每次都能赢高迷，而偏偏这次高迷排在他上面，这不合理，我要去找老高再打一次。一个个名字被公布，直到第15名，竟然还是准帝，这已经有10几位准帝了，还有那么多大帝和仙帝没公布，大家不禁期待起来。加上准帝才20多个人吧？我内心疑惑道。我还以为准帝会有很多呢，但现在看来，准帝、大帝、仙帝加起来也就20多个，看来这准帝以上确实是一道巨大的分水岭，不知道自己能排第几，好歹是天地境，前3应该稳了吧？宿
宿主请放心，系统是按最强境界来发奖励的。您虽然是天地境，但也是天地圆满，第一必须拿下。听到这话，我咧嘴一笑，看来自己这第一是拿定了，就是不知道公布名字之后，爹娘会不会起疑心。第14名，魔龙，绰号魔龙妖帝，大帝境界。当魔龙这个名字传遍天下的时候，世人大惊失色，妖族竟然还有大帝，这是哪个大帝啊？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可能是隐世老妖，咱们人族危险了呀。第13名，紫血，绰号紫血老祖，大帝境界。第13名仍然是大帝境界，这个倒不像魔龙，这个紫血老祖很多人知道，因为他是出了名的残忍，他喜欢吸各种血液来助长修为。该死，这老东西还没死呢，不知道躲哪儿去了。他已经几百年没出现了，记得他消失的时候不是准帝吗？怎么就成大帝了？第12名，厉海，幽鬼老祖，大帝境。随着第12名公布，无数人大吃一惊，目瞪口呆地看着天上的鸿蒙金榜，纷纷倒吸一口凉气。什么？第12名就是大帝了吗？准帝只有2位，不对劲，准帝之前不是有很多位的吗？怎么现在就2人？好家伙，我说怎么准帝少了这么多？原来是突破了，真是羡煞我也。独山真人呢？我记得他也是准帝的呀，100年前还见过他，怎么没有报他的名字？逐渐有人发现不对劲，少了很多位准帝，并没有被公布出来。有人猜测没公布名字的，要么是突破到大帝了，要么就是陨落了。那个独山真人就是个例外，他是墨州千古家族独家的人，墨州独家的家主以及长老齐聚一堂，他们都看到了鸿蒙金榜的排名，此时忧心忡忡，怎么办？现在估计大家都知道咱们老祖已经陨落的事了。一位长老担忧的开口，他口中的老祖正是独山真人，那位准帝老祖8年前因为修炼了阴邪的功法，导致走火入魔，自爆而亡。告诉所有家族子弟，任何人这段时间不得出门，我们要警惕起来。独家家主冷声开口，可就在这时，一道传音响彻整个独家。众人大吃一惊，连忙往外看去，就是这一眼令众人纷纷瘫倒在地。陈家、李家、王家的家主怎么都来了？如今老祖不在，咱们可如何是好？要么认输，要么死战到底。我们独家也不是怕死的，那便开战吧！我独天落，宁愿战死，也不愿逃跑。家主冷哼一声，瞬间消失，出去应战。其余长老见状也是叹了口气，看来今天是在劫难逃了。他们也没有逃跑，一个个跟着家主出去应战。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另一边，第10名，沉默，森林大帝，大帝境。第9名、第8名、第7名全部公布，依旧是大帝，直到第6名，终于出现先帝了。第6名，长孙景荣，长孙先帝，先帝境。先帝境终于来了，长孙先帝最新突破的先帝，不过也已经过去1000年了。当时整个玄尘仙界都在为他庆祝。很快，第5名公布。第5名，顾清寒，清冷先帝，先帝境。顾清寒的名字公布出来的时候，玄尘仙界无数人身体一震，脸上尽是吃惊。怎么会？清冷先帝竟然才第5名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？那上面还有谁？而此时另一边的青州，清冷仙宗宗主殿内，一位冷艳绝美的女子盘腿而坐，冰蓝色的灵气和道玉环绕在她周身，极其强大且恐怖。当她听到鸿蒙金榜声音后，猛然睁开双眼，露出一丝不可思议。我竟然才第5名，顾清寒疑惑道：难道又有大帝突破了？他知道的天帝一共就4位，包括前面的长孙先帝，还有龙傲天、虎虎这2人，以及他自己。但现在看到鸿蒙金榜公布，他才第5名，这就说明除了龙傲天和虎虎之外，还有2个先帝。到底会是谁又突破到天帝了？知道自己第5名后，顾清寒有些不服气，也没心情修炼了。来到外界抬头看向鸿蒙金榜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我之上。龙舟、龙傲天看着鸿蒙金榜，疑惑道：顾清寒竟然才第5名。他跟冰冷、虎虎这2人都交过手，虽然最后都是他赢了，但每次都是险胜。其他2人的实力并不弱，没想到顾清寒才第5名。这样看来，自己不一定就是第1啊。本来龙傲天对自己排名是相当有信心的，不是第2就是第1。但现在看到顾清寒才拿第5，信心又没了不少。第4名，李浩，先帝境。鸿蒙金榜再次公布第4名，可当第4名被公布，众人皆是目瞪口呆，因为此人他们从未听闻。这个是谁啊？若是突破先帝，肯定有天地异象，可为什么他没有？还真是悄无声息啊！如果不是鸿蒙金榜，恐怕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。龙傲天看向鸿蒙金榜，喃喃自语，他也没听过这个名字。估计是闭关突破的先帝，一直没露面，直到今天才被金榜曝光，真是卧虎藏龙啊！第3名，虎虎先帝，先帝境。下一秒，鸿蒙金榜再次公布。听到第3名是谁后，龙傲天瞪大双眼，虎虎那家伙才第3名，那第2名是谁？是我还是另有其人？另一边的顾清寒同样震惊不已，跟我旗鼓相当的虎虎竟然才第3名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？那第2名是龙傲天，还是某个隐世先帝？抚州一处洞穴中，无数妖族匍匐在地，一位男人盘腿坐在王座上，他便是虎虎先帝，一位在妖族里成长的人族，从小被父母抛弃，是一头虎妖把他养大，凭借着万兽圣体，他统治妖族，以此壮大修为。几万年过去，
去，就成长到了仙帝境。这时，男人慢慢睁开双眼，眼神中带着不可思议。我竟然才第3名，那龙傲天是第几名？总不可能是第2名吧？虎虎诧异道。第2名，龙傲天，龙傲仙帝，仙帝境。当第2名被公布之时，整个玄尘仙界的人都身体一震。什么？龙傲仙帝才第2名？那第1名是谁啊？这不可能，这个鸿蒙金榜绝对有问题。龙傲仙帝怎么可能才第2名呢？我不相信，第1名到底是谁？怎么可能有人比龙傲仙帝强？虎虎看到龙傲天排第2，比自己排第3还要吃惊。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龙傲天确实比他强很多，是毋庸置疑的第1。可现在竟然才第2，可他又有点高兴，至少不是龙傲天那家伙排第1。可第1名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能力压他们所有人成为第1？是仙帝还是天帝呢？天帝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，如果出现的话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，因为突破天地的雷劫太强了，除非有什么至高法宝屏蔽了雷劫，能够屏蔽天道的法宝，估计只有混沌级法宝才能做到。我竟然才第2名！龙傲天不敢相信，虽然第2名他也想过，但现在亲眼看到，依旧是不相信。他对自己很有信心，镇压了无数人，应该是第1的，怎么可能才第2？肯定是鸿蒙金榜错了，还是说第1名真的很强？可这么强的话，我怎么可能没听说过呢？第1名到底会是谁呢？此时整个玄尘仙界的人都齐齐看向鸿蒙金榜，下一个就是第1名了，他们都无比期待。这时天空忽然电闪雷鸣，雷声滚滚，一尊尊神魔虚影出现在空中，竟然齐齐对着鸿蒙金榜跪拜，还有10几尊神兽虚影同时怒吼，震耳欲聋，所有人都捂住耳朵，震惊地看着这天地异象。仅仅是公布第1名，就出现如此异象，第1名到底有多强？这时鸿蒙金榜终于公布了第1名的名字。第1名，李兰，天地境。随着第1名曝光，玄尘仙界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，呆若木鸡。差不多过了几个呼吸，众人才反应过来，什么天地境？这是谁啊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竟然是传说中的天帝！10万年了，我已经10万年没见过天帝了。竟然真的还有天帝存在吗？都突破到天帝了，竟然还没有天帝异象吗？按道理来说，境界越高，突破时的天地异象就越强，雷劫也会越强。尤其是突破天地的时候，那雷劫理应是最强的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。可偏偏这么一位没人知道的天帝登上了鸿蒙金榜第1名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竟然是天帝，怪不得能拿第1名。顾清寒目瞪口呆地看着鸿蒙金榜，他是仙帝，自然知道突破天地有多困难。过去那么多年，他依旧没有进步，输给一位天帝真的不冤。可这天帝是谁呢？他征战数万年，跟无数天骄打过，用实力闯出的路，每一个天骄他都记得，唯独这个李兰，他感到陌生，甚至连名字都是第1次听说。有意思，竟然还有天帝！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真想跟他切磋一番。山洞内，虎虎咧嘴笑道，他并没有害怕，反而有些兴奋。和强者对决是他最喜欢的事情，这样不仅能提高他的实战经验，还能学到不少东西。此时的夏国李家，李青天听到鸿蒙金榜曝光的第1名，诧异的开口：“这不是跟咱儿子名字一模一样吗？”莫青倒不认为自己的儿子是天帝，谁家小孩一出生就是天帝啊？那已经不能说是绝世天才了，那简直就是天道投胎到他肚子里了。这倒也是，是我糊涂了。李青天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看向妻子肚子里的我，笑道：“儿子，你该不会真是天帝吧？”虽然知道不可能，但他还是开玩笑似的问道：“父亲，其实我就是天帝。”我没有隐瞒，如实回答。这混小子还没出生就知道跟我开玩笑，有趣，实在是有趣。李青天哈哈大笑：“儿子，你好好努力，天地而已，老爹相信你肯定可以的。”修为榜公布完毕，现在颁发奖励。随着鸿蒙金榜一声落下，奖励开始发放。韩州，哈哈哈，先天仙气来了，今日我定能突破到圣尊。等我突破圣尊，就出去找他们算账。暗室中的强明道兴奋大笑，一口将先天仙气吞下，开始炼化。竟然是20缕鸿蒙紫气，外加1缕混沌宝气。这混沌宝气可以为天道法宝添加1丝混沌气息，从而变成混沌至宝。第5名的奖励这么丰富吗？顾青红看着自己的奖励，惊讶于单单这20缕鸿蒙紫气，他就有把握突破到仙帝圆满。还有这缕混沌宝气，他恰好有天道法宝，一旦进化成混沌至宝，他的战力将会大幅度提升。更让他好奇的是，第5名的奖励都这么丰富了，那第1名丰富了，那第1名的岂不是更离谱？不管那么多，闭关修炼，不到仙帝圆满，绝不出关。25缕鸿蒙紫气加1件混沌至宝，还有1缕混沌之气，这奖励也太爽了吧！虎虎看着鸿蒙金榜发放的奖励，咧嘴笑了起来。另一边的龙傲天看着奖励也大笑出声：“这30缕鸿蒙紫气已经足够我突破到神帝，还有这9品破解丹更是锦上添花。有了这颗丹药，我100%能突破神帝。”此时的夏国李家，我正躺在母亲怀里。李兰第1名，这是颁发给你的奖励。 50缕鸿蒙紫气，3件混沌至宝，承受6
又宰一只。由于你尚未出生，将会在你出生之时再次发放。3道鸿蒙金榜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，没一会儿，天空轰隆作响。修为榜奖励发放完毕，修为榜结束，3年之后公布圣体榜。话音刚落，鸿蒙金榜便消失不见，这就完了。第1名的奖励也不怎么样吧？我心中吐槽道。但很快，系统看不下去，给我讲述了这些奖励的妙用。听到系统的解释后，我才知道自己获得的这些奖励有多么逆天。还未出生，我就已经走到许多人一辈子无法触及的巅峰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出生去闯荡这个世界了。夜幕降临，家主堂的众长老和李青天齐聚一堂，议论纷纷。今天鸿蒙金榜的奖励发放，已经有几位大帝突破到了仙帝，天地间的灵气似乎又翻了几倍。我感觉体内的金丹松动了几分，马上就要突破了。龙傲仙帝已经突破到神帝了，他是第1位神帝，不知道那位李兰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真是羡煞旁人啊。对了，家主，大少爷马上就要出世了，不知你们夫妻2人想好名字了没有？此话一出，大家纷纷看向家主位上的李青天，好奇的想知道答案。李兰，李青天淡淡开口：“家主，你也在想着那位天帝的事？”一位长老疑惑道：“我说的是52名字就叫李兰。”听到这话，众长老身体猛然一震，纷纷站了起来。家主，您这是疯了不成？竟然敢取天帝同名，糊涂啊！要知道，天帝可不是一般人，如果有人取了他的名字，多多少少会沾染一些因果。不可以，这个名字绝对不可取。叫李罗或者李罗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叫李兰。这样做会让整个李家都沾染上因果，天帝的因果我们可承受不起。李青天沉默不语，这个名字他儿子很喜欢，至于什么取名，就会遭天谴。他儿子也是绝世天才，怕个屁！这件事就先这么定了。我儿很喜欢这个名字，如果真有什么因果，我一人承担便是。说完，李青天便离开了。看到李青天离开，一个个长老恨铁不成钢的连连叹气，真是糊涂啊！家主这是不要命了，我们或许应该换个新的家主了。3年后，少主大比就开始了，咱们不是没有机会。李家的关系很复杂，这些长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李青天的亲哥哥或亲弟弟，只不过家主之位是老家主特意传给李青天的。这些人都成了长老，也是他们提议的少主大比。呵呵，少主大比的胜利肯定是我们，他儿子到时候才3岁，怎么跟我们的孩子比？一位长老冷笑道。此刻家主府内，李青天回到房间，娘子怎么样了？没什么事吧？李青天宠溺地抚摸着妻子的肚子，笑道：“没事，好得很呢。儿子刚才还在跟我聊天。”莫青笑道：“刚才开了个会，他们在商量儿子名字的事。我们给儿子取了跟天地同名同姓的名字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”李青天有些担忧，此话一出，肚子里的我愣住了。名字有什么？愣住了。名字有什么关系？父亲，这是为什么？有什么说法吗？我直接开口问道。随后李青天跟我聊了很多关于名字的事情，听得我一脸茫然。我做梦都没想到，名字竟然还有这么多玄学。父亲放心，我没事的，就这个名字吧。我开口道。那好吧，既然你喜欢他，我们就不改了。李青天笑道，虽然表面淡定，但内心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慌张的。虽然遭到了李家上下的强烈反对，但他意已决，谁来都不好使。慢慢的改名封国消退，接下来就是筹备我出生的诞生宴。即便李兰的名字有争议，但李青天实在是家主，大家只是抱怨了几天，就不再说什么了，开始一个个帮忙筹备起来。时光匆匆，4日已过，今天距离我出生还有2天，而那个女人的审问结果也出来了。灵堂审考室内，一间亮着微弱红光的房间里，一个衣衫褴褛、奄奄一息的女人瘫软在地。她就是前1周下毒想害我，被李青天抓住的那个人。经过1个礼拜的严刑拷问，她终于开口了。她肯说了吗？李青天来到此处，冷眼看着女人，说了，是王家派她来的。她的真实身份是灵堂某位将军的女儿，正是您带兵出尽石杀的那位。去年她就来夏国潜伏，想要报仇，被王家发现了，但王家没有出卖她，反而帮她潜入咱们府上当丫鬟，这才有了上次下毒的机会。灵堂堂主冷声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召集所有弟子跟我去灭了这王家家主。咱们不需要向国主汇报吗？国主也就是夏国的统治者，先斩后奏。2个时辰后，原本繁荣的王家今日却已灭门，无数王家人的尸体躺在地上，大部分人都是死不瞑目，甚至连王家养的看门狗都没能幸免，主打的就是斩草除根。”李青天，你没有向国主请令，就擅自带人来覆灭我王家，你这是违背国令。王家家主脸色苍白，左手捂着被砍断的右臂，目目远睁地看着李青天。你派人潜入李府卧底，想要毒杀我儿子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向国主请令？何况我现在是带着家族子弟来杀你王家满门，又没有带兵，何须向国主请令？这只不过是违背了咱们的和平盟约罢了。李青天冷声开口：“今日覆灭我王家，其他家族是不会放任你继续下去的，恶有恶报。”王家主怒吼道：“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那就上怒吧。”李青天上怒吧。李青天懒得跟他废话，一道寒芒闪过，王家主的头颅滚落在地。所有人听令，给我搜查整个王家，一个人都不能放过，给我查王家的旁系，但凡在夏国的都给我杀了。李青天大声喊道。李家众人开始搜索整个王家，任何生命在他们面前都会消散。我老爹竟然这么狠，爱了。我用神识看到了整个过程，从李青天从刑堂里出来，集合弟子和长老赶往王家，然后二话不说就对王家的人出手，质问王家主，最后得到真相之后，将整个王家覆灭。
这样的老爹真的是太酷了，怪不得老妈这么喜欢他。儿子，还有2天你就差不多可以出世了，你期待吗？反正老妈我是很期待的。这时莫青忽然轻抚肚子，淡笑道：我也想要赶紧出生啊！整天待在娘胎里，只能看外面的世界，却不能做其他事，真的很无聊且难耐。还有2天你就可以出去玩了。时间转瞬即逝，快拿水来！少爷快出生了！家主府内，李青天一脸着急的在门外左右徘徊，长老们都站在门外，还有他们的子女也全都翘首以盼。虽然大家各自都不怎么友好，但我好歹是李家的一份子，也是他们亲兄弟的儿子，自然都来了。怎么这么久还没出生啊？李青天着急道：这都已经生了1炷香的时间了，竟然还不行，难不成是难产？不应该啊，儿子可是您干净，怎么可能难产呢？可就在这时，屋内忽然响起一道婴儿的啼哭声，众人瞬间转头看向房屋。李青天咧嘴笑了起来。可就在这时，骤然间天地大变，原本晴朗的蓝天白云忽然变成了红色，随后就是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。这是天地异象吗？一位长老低哑大喊，又立马看向房屋。难道是李兰出生引发的天地异象？不会吧？难道是天生圣体？这是取了天地同名同姓的下场。这是天法。看着天空那红色苍雷不断闪烁，众人内心大惊失色。有人觉得是天法，有人觉得是天生圣体的异象。李青天急忙拍着房门，不一会儿门开了，接生婆抱着一个精致可爱的婴儿走了出来。李家主，这就是您的儿子李兰。可就在接生婆抱出婴儿的那一刻，天空的雷声更响了，仿佛凶兽在咆哮，震耳欲聋。一道红色的雷霆径直劈下，把院落中的一棵大树劈得焦黑。所有人惊慌失措，完了，惊慌失措，完了，真的是天罚，这就是取了跟天地同名同姓的下场。我们李家要灭亡了，李青天，你快改名，要不然整个李家都会毁在你手上。此时天上的雷鸣越来越大，蔓延至整个城府，乃至周围的邻国都被蔓延。所有人抬起头，茫然且惊恐地看着雷云。难道鸿蒙金宝又来了？大街小巷无数人驻足观望天空，但很快就有人意识到不对劲，这不是鸿蒙金宝，这好像是另一种天地异象，是有圣体诞生，还是绝世至宝降临？这次的雷云更加恐怖，貌似还带有攻击性，显然是雷劫。这是天法，天妒英才，有绝世天才诞生。天道感知自己受到了威胁，所以降下天罚，这是想要灭杀天才啊！真的假的？今天有谁家的孩子出生吗？李家家主李青天的儿子好像要诞生了，他们这段时间一直在筹备再生宴，走，快去看看。此刻夏国国府，一位脖子里面容刚毅且英俊的男人屹立在国府上空，他身披黄色龙袍，头戴皇冠，不怒自威，他便是夏国的国主夏海。夏海负手而立，平静地看着天空的异象。天罚吗？没想到李青天的儿子如此逆天，夏海目光深邃地看着远方的李家大院，他看到了李青天怀里的婴儿，双眸中露出一丝杀意。李青天功高震主，夏海早已对他有所防范。前些时日，李青天还擅自带着家族弟子覆灭了王家。虽然夏海不管不顾，但内心依旧有着一丝忌惮，因为夏海能感知得出来，李青天的实力已经远超于他。李青天一直在藏风，又或许是怕夏海知道，所以不敢暴露，怕祸及家人，真是够隐忍的。我倒要看看你儿子是否能接得下这天罚。夏海冷笑一声，如果李青天的儿子没扛住天罚，最后夭折，李青天肯定会伤心欲绝，到时候他再找个理由让对方离开，撤销李青天的兵权。要不然李青天只要还是将军，还掌握着兵权，他这个王位就岌岌可危。夏国大大小小的家族此时都冒出头来，一个个看向李家的方向。一个李青天已经够碾压我们了，如果他的儿子更加逆天的话，我们还活个屁啊！然而此刻的李家雷击越发强烈，无数红色雷霆如一条条蟒蛇在雷云上盘旋缠绕，气息恐怖惊人。这下好了，天听怒了。一位长老叹息道：这里的众人并不觉得这是天道天度平台降下的天罚，而认为是天地生气降下的天罚，因为李兰的名字跟天地的一模一样。一个个长老叹息摇头：孩子别怕，有爹在这，天塌了爹都帮你扛。李青天宠溺地用手指摸了摸怀里李兰的小脸颊，旋即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将婴儿放到接生婆怀里之后，他抬头看向天空，一柄3尺清风出现在他右手。李青天闪身消失，再次出现已经屹立在天穹，抬头对峙着天罚。这一幕夏国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李青天他要直面天罚。来！李青天冷喝一声，剑身闪过寒芒，显然他已经做好为自己儿子抵挡天罚的准备了。另一边，接生婆怀里的我不哭不闹，我正在接受天地修为。修为传输过程中不会引发雷劫，请宿主放心。修为传输完毕，宿主可完美使用这份力量。随着系统声音落下，我感觉体内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。我看向天空，看到了父亲的背影，甚是感动。父亲一元英景就敢直面天罚保护自己，那我怎能让他受伤呢？我大喝一声，但从我嘴里出来的却是哇哇哇的啼哭声。众人皆是一愣，可接下来的一幕让众人震惊不已。只见
间的雷雨如惊慌，雷雨如惊慌失措的兔子一般，随着我的叫声迅速消散，不再电闪雷鸣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刹那间，所有人惊异地看着接生婆怀里的那个婴儿，这雷云消失，该不会跟这婴儿有关吧？李青天看着消失的雷云，目瞪口呆，很快就想到有可能跟自己的儿子有关，连忙返回去。这是天帝息怒了吗？应该是天帝看在一个孩子的份上就息怒了吧？那这小子可真是命大啊，跟天帝同名同姓，竟然还没受到牵引，日后成就不得了了。众长老惊讶地看着胖嘟嘟的我，目光警察，你竟然没有被天罚抹杀，这就意味着天帝不生气，甚至有可能是认可他了，未来无限光明啊！长老们一个个心怀鬼胎，有人欢喜，有人悲，尤其是大长老，颜色阴沉的都快滴出水来。他旁边的李峰同样如此，咬牙切齿，十分不爽。本以为自己会少一个竞争对手，但没想到来了一匹强势黑马，能不被天罚所泯灭，日后成长起来肯定恐怖。诸位，现在没事了，大家先到宴上就位吧，客人马上就来了。李青天冷眼扫视现场，各位长老他们的话，他先前听得一清二楚。若不是今天是大喜之日，他或许会出手惩戒这些人，即便是亲兄弟，他也会出手。众长老闻言，更是明白李青天是生气了，连连点头，前往宴席上招待客人了。宴席不在家主府这边，而是在大院内。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之后，李青天才微笑着抱起我，看向接生婆问道：“怎么样，我妻子没事吧？”回李家主，李夫人很健康，休息几日即可下地行走了。行，多谢。李青天笑道，随手便出一个木箱，里面是满满的金银珠宝，送给了接生婆。谢谢李家主，谢谢李家主。接生婆看到李青天如此豪气，也是连连拱手道谢。不客气。李二、李三，帮他把箱子送回府上，再带他去演习。是两个身材高大的壮汉走过来，他们是李家的护卫。接生婆等人离去之后，李青天抱着我迈入房内，看到了床上躺着的妻子，面色红润，没有丝毫生产过后的虚脱，很是健康。他放下心来，快让我看看我的宝贝儿子。莫青笑道，有些着急。好，李青天笑道，连忙走过去，将怀里的我递给莫青。莫青接过，看着怀里的大胖小子，他心花怒放。儿子这么小就这么可爱，长大肯定很帅。虽然用神识看就知道老妈很好看，但现在亲眼目睹，依旧会被惊艳到。我喃喃自语，但从嘴巴里出来的都是哇哇声。李青天二人根本听不明白，但都是一脸宠溺。儿子，你的修为现在多少了？李青天开口问道。他可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娘胎里就是金丹，如今过去这么久才出生，估计又精进了不少。我想了想，天地的气息对于父母来说太吓人了，还是简简单单释放一点元婴的气息吧。想到这，我释放出一丝元婴的气息，顿时震惊了李青天二人。元婴？李青天目瞪口呆，他儿子刚出生就是元婴了，这是什么逆天神童？也太离谱了吧！莫青也是捂住嘴巴，瞪大双眼看着怀里的婴儿，他竟然生了个绝世天才出来，这也太幸运了吧！在这个世界，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天才，尤其是绝世天才，他们会更开心。孩子越厉害，代表着以后的路能走得更远，他们做母亲的就越放心。我就知道无二有大帝之资。李青天仰头哈哈大笑起来，一出生就是元婴，试问全世界哪个婴儿能做到跟他儿子一样逆天？好了，你快去招待客人吧。莫青捂嘴笑道：“儿子，你可要好好保护母亲。这里除了你老爹我，你就是第二个元婴了。”李青天看向我，嘱咐道，场面十分滑稽搞笑。谁能想到一个父亲会让刚出生的婴儿担任起保护母亲的责任呢？不过我确实可以做到，并且我不是第二个元婴，而是唯一一个天帝。李青天说了几句之后，他就离开了。如果是其他父亲，肯定会陪伴一整天，生怕孩子会不熟悉他。但我的情况，李青天知道，还在娘胎里就已经会传音了，知道的事情也不少，就没必要了。随着李青天离开，我传音给母亲：“老妈，我困了，先睡会儿。”虽然莫青有些不解，因为到了元婴境已经不会困了，就算1个月不睡觉都不会困，但他没有说，温柔笑道：“快睡吧。”我闭上眼睛，表面在睡觉，实则在检查鸿蒙金榜派发给我的奖励。早在刚出生那会儿，奖励就发放下来了。不过系统已经帮我保管在系统空间里了。刹那间，一个无上限的虚拟空间出现在我脑海里，里面除了3件混沌至宝已经躺在地上之外，还有一只白毛小猫。这小猫该不会就是神兽幼崽吧？我内心疑惑道。可下一秒显现出一道虚拟面板出来：白虎神兽6年期大成境，可吞噬各种资源，慢慢成长。一出生就是大成境，这就是神兽的威力吗？比那些远古妖兽的子嗣牛皮太多了。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系统竟然还有分级功能，这倒不错。随后我又看向那3件混沌至宝的其中一件，这是一把长枪，身体金红色，一股血气弥漫在枪身，恐怖且诡异，有种阴森森的感觉，无比邪恶。噬魂枪，混沌至宝5品皆可分，每件都有其独特能力。此枪可以直接无视肉身，直伤灵魂，并且可以吞噬灵魂，壮大枪身，使其威力更大，内含3大神通。这一眼我就知道这是什么法宝了，打坦克专用的震伤法宝，一枪捅过去，多比都得暴毙。又看向另外一件，是一个木质材料的小葫芦，一条藤蔓还连着葫芦头，精致小巧，给人一种平平无奇的感觉。可它的能力并不简单。吞天葫芦，混沌至宝，此葫芦可吞噬一切，将其炼化，化作精纯的葫芦宝液，可以用于任何地方，比
比如增强法宝、增强体质，万物皆可炼化。看到这能力，我眼前一亮，这法宝够牛逼的。我看向最后一件法宝，最后一件法宝是一座精致小巧的宝塔，通体黑色，弥漫着阴森诡异的黑气，给人一种非常邪恶的感觉。地魔塔，混沌至宝，镇压敌人，炼化神魂。此塔可炼化敌人肉身，将其变成魔尸，境界会下降50%。3件混沌至宝，每件都十分强悍，不愧是这个世界最强的法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全部拿出。我内心开口道。是。系统回应，瞬间3件法宝以及白狐又再从系统空间里取了出来。而与此同时，天空忽然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再度出现了天地异象。这一幕我感知到了，内心疑惑地问道：为什么还会有天地异象？原本就该有，只不过是被系统空间暂时屏蔽了。现在宿主取出，异象自然再次出现。好吧，这下子整个夏国的人都知道了。我无所谓的，反正我也没想过藏风。另一边，10分钟前，李家大院内，这次的诞生宴，李青天花费重金，足足摆了上千桌，邀请了周围的所有人，无论是家族还是老百姓，他都邀请了，连国主他也邀请了。各位，今日是我李家大喜之日，我知道在座的各位，有些人跟我怨恨较深，但我希望今日能暂时放下仇恨，好好吃这顿宴席，庆祝吾儿诞生。李青天站在高台上，举起美酒，朗声开口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传到每个人耳里。一些跟李家有仇的家族家主听到李青天这番话，也是气得咬牙切齿。但今天的事情让他们不再有其他心思了。李家又出麒麟子了，一位极有可能超越李青天的婴儿，日后他们这些家族又要更低头了。哈哈哈！既然李家主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的怨恨一笔勾销，以后还请李家主多多关照。一个家主谄媚笑道，举起手中的酒杯，扫视其他家主。各位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咱们也别忘了，哪有那么多仇恨，都是夏国的人。说完，他抬头一饮而尽，十分痛快。其他家主见状，一个个气得面红耳赤。好人全让你当了，我全让你受完了。我们干不了李家，还干不了你这个小家族。有些家族已经在谋划待会儿吃完这诞生宴，怎么暗杀这个家主了？哈哈，是啊是啊，我们早就忘了，哪有那么多仇恨呢？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没错，我们从来就没想过报仇什么的。李家主你简直就是冤枉我们。对，咱们干了这杯酒，从今以后就是盟友。一个个家主拿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火辣辣的酒滑下咽喉，将心头的火焰彻底浇灭。什么仇恨？没机会了。国主到。就在这时，一位仆从的声音响彻全场，所有人皆是一惊，纷纷放下手中的碗筷或酒杯，齐刷刷站了起来，目光紧张，惊讶地看向门口。国主竟然来了！李青天竟然能把国主都请来。国主的到来彻底击垮了所有跟李家有仇的那些人，那些人纷纷萎靡不振，脸色变得煞白。李青天只不过是一位大将军而已，国主竟然如此赏脸，亲自到场祝贺。很显然，李青天在国主心中的地位颇高，他们怎么还敢报仇？下一秒，一只身高5米、浑身紫色蟒发、头长龙角的紫电龙狮漫步走了进来，显现在众人视野当中。而在紫电龙狮的背上有着一张龙座，夏海面容平静地坐在上面，不怒自威，威压从大老远就能感受到。众人瑟瑟发抖，其后更是跟着一批百人军队，每个人身披盔甲，骑着战旗，前面10位金甲战旗皆是金丹界修士，后面90位银甲战旗都是重机器，这是夏国国主的护卫队，竟然全都来了。众人见状齐齐跪拜，声势滔天，拜见国主。唯独一人李青天没有跪拜，他很早就被授予免跪礼，面见国主是不需要跪拜的。起身吧，国主淡淡开口，其他人才站起来。李家的长老们看到国主亲至，连忙屁颠地跑回去，一个个弯腰谄媚地叫了起来：国主您来了，快入座！国主，我们为您特地留了个位置，请入座。国主能亲临我们李家，真是我们的荣幸。因为您的到来，李家蓬荜生辉，一个个长老油嘴滑舌，人情世故全都用上了。夏海点了点头，一跃而起，稳稳落在地面，慢悠悠地朝前面走去。各长老弯腰低头，等着夏海走过去才敢抬头。其他人皆是如此。国主李青天看到国主来了，才拱手行礼，恭喜李将军，今日诞出麒麟子，李家以后怕是无可限量了。夏海淡笑道：早在国府他就砍得一清二楚，李青天的儿子竟然免受天罚，由此可见，那孩子绝对不简单，日后的成就绝对不会比李青天低，甚至非常高。这让夏海很嫉妒，因为他这么多年那么多妃子，诞出来的子嗣就没有几个是天才，顶多是有些能力，算不上什么天才，其他子嗣更是平庸至极。看到李青天第一个儿子就如此逆天，他内心极其不平衡。多谢国主赞言，多谢国主赞言。李青天笑道，他不善言辞，也不喜欢人情世故，他更喜欢用实力说话。见状，夏海点了点头，不知待会儿可否带我去见见那麒麟子？当然可以，非常荣幸。李青天重重的点了点头，有些受宠若惊。他没想到国主竟然对他儿子这么感兴趣。好，夏海点点头，转头去坐了下来。他坐的位置是主位，是李青天的位置。国主落座，其他人才敢落座。看到夏海没了，李青天看向门口，叹了口气，他们依旧是不肯来吗？连自己的外孙都不肯见一面吗？所谓的他们，就是莫亲的父母，邻国的国主。早些时日，他就将青天送过去了，本以为他们会看在外孙出生的份上过来看看，没想到还是不来。各位，宴席开始，大家吃好喝好。李青天不再多想，看向众人，大声喊道。可就在他话音刚落之时，天空忽然乌云密布，鲜甜的
的天地异象再次来袭，难不成是天地卷土重来？众人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目光惊讶地看向天空，就连夏海都有些不淡定。今天的异象怎么接踵而来？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不好！李青天目光一惊，便要返回家主府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位长老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动作。不对，这不是天罚，这是真正的天地异象，有至宝要出现了。那个方向还是家主府。难道无儿还有半身法宝？可为何现在才出现半身法宝？不应该刚出生的时候出现吗？可能法宝太强，来的路上慢了点。你觉得我是傻子吗？夏海紧锁眉头，他看出来了，这不是什么天法，这是真真正正的天地异象，又是那个婴儿搞出来的动静。天空轰轰作响，乌云竟慢慢退散，开辟出一个天洞，七彩神光从天而降，蔓延开来，笼罩夏国。无数人抬头看着这天地异象，惊讶不已。刹那间，一尊尊手持各种兵器的神墨虚影凭空出现在天空，庞然巨物的他们分两排站在天空中，气息四溢，恐怖如斯。神墨虚影出现的不是至高圣体，就是绝世法宝，要不然就是神兽。望着那些神墨虚影，众人内心充满敬畏与惊讶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要现世？一道震彻天际的呼啸在乌云上方打出，所有人身体猛然一震，脑海嗡嗡作响，好恐怖的叫声，肯定是神兽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那个天洞上，期待神兽的降临。很快，一道庞大的影子显露出来，大家不免内心一颤。来了，神兽要来了！下一秒，一头小猫般大的可爱白虎幼崽从天洞下来，那可爱的小虎牙，再加上呆萌的样貌，根本看不出它是什么神兽，更像一只小猫。它一蹦一跳的走下来，朝着家主府里走去。这是神兽？看着不像，我还以为是猫呢。毫无体积，是隐匿了吗？还是我们看不穿？要么比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厉害，导致我们看不穿它的修为；要么就是没有修为，但显然不是后者，毕竟这可是天生神兽。那个方向还真是李家主儿子的半身神兽，快去看看怎么回事！一个个瞬间朝着李青天的府邸冲去，而李青天比他们还快几步，便来到了自己的府邸门口。诸位，这是我的府邸，你们一声不吭就跑过来，未免有些不礼貌了吧？李青天冷声扫视他们，众人一个个尴尬地停在府邸前，摸摸鼻翼，挠挠头，没有再动。确实，这是李青天的府邸，他们也不是李家人，这样过来确实不礼貌。李家主，我们也是好奇而已，可否让我们看看领狼？对啊，如此天之骄子，一出生就被天道嫉妒，甚至还有半身神兽。放眼整个玄山仙界，都不多见了。我们只是好奇而已，并无其他恶意。听着这些人的议论声，李青天只感觉到厌恶，正想驱赶他们的时候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青天，方便吗？”是夏海的声音。只见人群快速退让，夏海负手而行，慢步走了出来。听到这话，李青天受宠若惊，对方竟然叫他青天。国主，我承受不起。李青天连忙拱手低头，太疯狂了。既然国主想看，那李某便带儿子出来给国主一观。不用了，我带出来了。这时房门打开，墨镜抱着我从里面缓缓走出。李青天大吃一惊，连忙回头看去，只见妻子的脸色无比红润，就好像从未生过孩子一般，神采奕奕。他连忙走过去，扶着墨青走来。其他长老以及他们的妻子皆是一惊，这才刚生完孩子，面色就如此红润了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？什么体质如此恐怖？难道墨青一直在扮猪吃虎，有着极强体质不告诉他们？国主，墨青来到夏海面前，微微弯腰，我抱着孩子不方便下跪，还请国主见谅。无妨。夏海笑了笑，目光看向墨青怀中的婴儿，婴儿脸色很不错，白白嫩嫩的，但是他却没有从其体内看到任何境界，这是普通人的境界，这是普通人。既然是普通人，为何会遭遇天罚？难道真是因为娶了跟天帝同名同姓的原因？看来真如那些人所说，天罚退散的原因是天地不计较。见到我没有任何修为，夏海松了口气，他就怕李青天生了个极强的儿子，到时候两父子一同镇压他，夺得这王位。刚刚的神兽可是令郎的？夏海疑惑地看向墨青，他明明看见一只白虎钻进了屋内，现在却不见踪影。是墨青的声音刚落下，一道白光从我的丹田处飞了出来，稳稳落在地面。一只呆萌可爱的小白虎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夏海看向那白虎，神识探查对方的境界，却发现什么都看不到，令他瞬间皱眉。难不成这神兽的境界在他之上？化神还是渡劫？难不成是飞升？种种猜想让夏海心头大震。如果真是化神或渡劫的神兽，恐怕李家要因此一步青云。李青天甚至能靠这神兽夺得他的王位，稳居夏国。看到了夏海皱眉，墨青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见状，夏海就知道自己差点将心里想法表露于面了，笑了笑道：“令郎还真是随了你们夫妻二人，俊朗无比啊！”谢国主。墨青笑道。而就在这时，天空忽然再度大响天雷，众人一脸懵逼。为什么天地异象还没有结束？难道还有东西要来？一道红色流光从天洞瞬间划出，速度无比之快，没人能捕捉到他的身影，宛如雷霆之势，瞬间来到众人面前。当他停下时，众人才得以看清，那是一杆长枪，通体红色，散发着恐怖邪恶的黑红杀气，无尽道韵弥漫在枪身周围，令人身心震颤。这是法宝？什么品质的法宝？好恐怖的气息，极有可能是天道至宝。难道这婴儿不仅有半身神兽，还有半身法宝？噬魂拳嗡嗡作响，枪身震颤，在众人的目光下，他化作一道乌云，瞬间钻入我的丹田内。见状，众人刚刚的猜测完全正确，真的是半身法宝。一个个目光惊诧地看向我，竟然出生自带半身
身神兽和半身法宝，此子成长起来还得了？可这远远还没有结束，天地异象依旧在。又是2道红光从天而降，如流星般飞速落下，落在众人面前。那是一个葫芦和一座小塔，同样散发着恐怖且强大的气息，令众人不敢轻举妄动。2个法宝化作2道红光，钻入我的丹田内，消失的无影无踪。这一幕来得太突然，消失的也太突然，让大家都始料未及。3件半身法宝，外加半身神兽，自此以后必是一方枭雄。这要是被其他大宗门或者圣地知道，那不得过来抢人，太恐怖了。那3件法宝的气息都好强大，我估计都是天道至宝。有没有可能是混沌之宝？我感觉有点像，虽然我没见过真正的混沌之宝，但天道至宝已经够吓人了。如果那3件法宝都是混沌之宝，那可得把在场的人都惊坏了。看着李青天的儿子，个个心生嫉妒羡慕，怎么人家就能生出这么好的儿子呢？一出生就是半身法宝和半身神兽，他们的儿子怎么就没有这种好处呢？难道就是因为跟天地同名同姓的缘故，吸收了天地的气运导致的？众人百思不得其解。李青天和莫青2人的子嗣只能说还可以，但也没有太逆天。为何大家的子嗣如此逆天呢？尤其是几位长老，看到我拥有这么多法宝和神兽，内心的担忧更加强烈。3年之后的少主大比，怕是希望不大呀。此子断不可留。就在众人沉默之时，一道声音忽然炸响，刹那间，一道人影闪身来到莫青面前，高举利刃，朝着我快准狠的重劈下。丁剑刃相碰，李青天快速拔剑，格挡了这些剑，格挡了这些攻击，勃然大怒。陈海，你在找死！出手之人正是陈家的家主陈海，他跟李青有极大的恩怨，尤其是跟李青天，曾经在拍卖会上被李青天当众羞辱，现在依旧记恨在心。各位还不出手？陈海见攻击被挡下，连忙大吼：“李青天受死！真当我们是来给你儿子庆祝的呀？我们今天是送你们李家归西的，如此麒麟子绝对不能让他活到第2天。若是成长起来，我们未来可不好过。为我们以后的子孙想想。没错，趁此子还没成长起来，速速将其击毙。一个个家主不再伪装，露出滔天的杀意，各自拿出武器，朝着李青天3人冲去。其他人见状大惊失色，没想到这么多人都是在伪装，为的就是一举覆灭李家，快保护好家主他们。一位长老更喊道：“虽然大家各怀鬼胎，但现在关乎着家族命运，哪里还有什么勾心斗角？一旦李青天等人死了，那么李家肯定会被其他家族彻底吞噬。毕竟李家这块大蛋糕，可是有很多人都想要吞下的。”其他长老连连点头，让妻子带走孩子之后，一个个冲了上去。人群中的夏海见状，默默退至后面，他并没有出手的意思。如果李青天和我在这里被杀害，他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了，到时候再把其他家族全部灭光，就没人知道这件事了。看来你们早有预谋，可你们真当我李青天好欺负吗？李青天冷声开口，气息突然爆发而出，半步化神，气息震荡全场，所有人都被这强大的气息所震撼。半步化神，你什么时候又突破了？你不是元婴圆满而已吗？不好，速速撤退！怕什么？我们这么多人，未必不可以杀了他。远处的夏海看到李青天也是半步化神，瞳孔剧烈收缩，握紧了拳头。没想到李青天隐藏得这么深，都已经是半步化神了。若不是今天，他恐怕永远都会被蒙在鼓里。今日绝对不能让他活着。还有那婴儿，走！夏海大手一挥，带着战旗离开。其他人都注意到了，欣喜若狂。国主竟然不出手，难道他已经放弃李青天了吗？看到国主离开，李青天双眸一凝，有些失望。没想到国主就这么离开了，一句话都不说吗？其他长老更是吃惊，国主就这么离开了，不应该主持公道吗？哈哈哈，连国主都不管了，李青天你受死吧！一位家主仰头大笑，仿佛胜局已定。其他人皆是松了口气，国主不在，他们更大胆了。他们怕的就是国主保护李青天，让战旗出马，那他们就真的打不过。现在看来未必不可以，那就放马过来吧。李青天淡淡开口，看向身后的莫青，快带孩子进屋里，我来解决这些家伙。你注意安全。莫青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忙，还是躲起来最安全，于是他连忙抱着我跑向父亲，别让夫人跑了，他怀中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，谁杀了那孩子，谁就能得到神兽和法宝。一句话瞬间激发了所有人的战意以及内心的贪婪欲望，那可是神兽和法宝啊！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凑不出一件法宝，顶多就是法器。如果把我杀死，那些法宝和神兽就归他们了，这怎么可能忍得住不动手呢？刹那间，所有人同时出手，他们的目标皆是我。想动我儿子，先迈过我再说。李青天冷喝一声，挥舞利刃，一道凌厉的剑气呼啸而去，一道剑气纵横万里，将所有人格挡下来。好强！李青天太棘手了，先杀李青天。一位家主开口道：“如果不杀李青天，他们这些人都没法击杀我。”好，杀李青天！众人调转方向，直朝李青天而去，各种法术、剑气、刀气，通通向李青天。李家长老也没闲着，纷纷站在李青天身旁，帮他抵挡伤害。家主，人太多了，恐怕我们难以招架。一位长老咬牙切齿道：“这些都是金丹或筑基，足足上百位，他们只有10来人，怕是难以招架。”怕什么？我一人足矣。李青天霸气道，持剑迎面而上，速度无比之快，一步便来到一位家主面前，冷漠地挥出一剑，瞬间将其一分两半，死得不能再死。既然如此，是你们逼我的，那就让你们看看我李家李太祖的绝技吧。此乃李太白先祖所创青莲剑法。一朵青色莲花虚影映照在李青天身后，缓缓升空，悬浮在头顶，瞬间爆开。霎时间，无数
数朵莲花瓣漂浮在空中，淡淡青色光辉绽放开来，散发恐怖气息，令人身心震颤。不好，这是李家先祖的成名技——青莲剑法、玄机战法，貌似还是大成阶段的。这一下子真的打不过了，快跑！众人看到李青天学习了李家先祖的玄机战法，并且练到了大成阶段，这下子是真没有战斗的心了。想跑太迟了。李青天冷喝一声，万剑归宗，无数青莲花瓣幻化成无数利刃，如狂风暴雨般落下，朝着那些家人呼啸而去。家人呼啸而去，一瞬间，无数惨叫声、血肉被切割之声，扑通倒地声响起。一招，上百个强者全都重伤，有些倒霉的当场陨落，生死道消。这就是玄机战法的强悍之处。李青天学会了青莲剑法，而且还学到了大成。一位长老惊讶道：“即便是他这个做李青天亲哥哥的人，也是今天才知道自己这位弟弟远比他想的要厉害。”青莲剑法慢慢消散，李青天面色平静地看着那些倒地不起的家主，但实则他体内的灵气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。刚刚那一招青莲剑法是他强行加大威力的，为的就是想吓破这些人的战意。其实他还没有练到得逞，但现在看来这招很有效果，这些人都怕了。一个个家主面色绝望地看着李青天，他们如今个个都已重伤，已经无力再战。面对一个半步化神还有玄机战法的强者，他们毫无胜算。李家主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鲁莽的，我愿意奉上皇家所有资产来赔罪，我墨家一样愿意奉上所有，只求李家主能宽宏大量放我们一马。我陈家也一样。一个个家主低头道歉，愿意奉上自己家族所有的资源来求得李青天原谅。李家众长老看向李青天，不知他会做出怎样的决策。把你们全杀了，我照样可以拿到你们的资源。李青天冷笑道，面色瞬间冷冽下来。众长老把他们全杀了，然后召集弟子去把这些家族全部灭门，给这诞生炎柱助兴。此话一出，全场震撼，所有家主目光惊诧地看着李青天，他们万万没想到李青天竟然如此残忍，二话不说就是灭他们全家满门，这简直比魔修还要邪恶恐怖。你如此残忍，日后肯定没有好下场。一位家主忍不住破口大骂：“聒噪！”李青天一剑劈出，瞬间将其劈成两半，回头看向那些长老，杀！说完，他率先出手，几刀剑气下去，劈死几位重伤的家主。见状，各长老也不是什么圣母之辈，一个个纷纷出手，如收菜般将那些家主的人头一一收下。短短3分钟，现场顿时血流成河，无数残缺不全的尸体尽躺在地上。想要杀害我的人全军覆没，家主已经全死了。一位长老开口道：“让人清理干净。”诞生宴继续开始，吃饱喝足，再去那些家族送他们上路。李青天淡淡开口，仿佛在处理一件很正常的小事。偏他那些没有出手的家主或者来客，一个个瑟瑟发抖，他们不敢走，更不敢吭声，生怕李青天杀高兴了，把他们也杀了给儿子助兴。各位，你们今天没有出手，以后就是我们李家最好的朋友，大家先去吃宴席吧，饭菜已经让人去热了。李青天来到其他人面前笑道：“好的，不着急，反正现在也没什么胃口了。”哈哈哈，说的也是，我家里好像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对，有点事，先走了。其他人哪还敢有心情吃宴席啊？早就没胃口了。那好吧，那李某就不送了，诸位就当没看见。今天的事情别往外传，若不然……李青天冷笑道：“李家主请放心，今天我就是瞎子聋子，什么都没看见，没听见，您就当没来过。当我们放了个屁，我们什么都没看见。我们几个，请李家主放心。”一个个家主连连点头，无比诚恳地保证自己绝对不会说出去。那你们离开吧。李青天甩手，众人就如飞禽走兽一般一空而散，迅速朝着各个方向离去，1秒钟都不敢多待。集合所有弟子，我们去把其他家族都灭了，免得他们报仇。李青天冷喝一声，然后回头走向府邸，长老们齐齐点头，立马去召集所有弟子。就在李青天准备进入府邸的时候，一道剑鸣声响起，一道寒光闪过，一柄利刃出现在距离李青天太阳穴不到1厘米的位置，停了下来。怎么可能？那名偷袭者惊呼道，他忽然就动不了了，整个身体停在空中，动弹不得。偷袭，找死！李青天大吃一惊，一掌拍出，将其轰飞，偷袭者倒飞出去。李青天一步向前，来到那偷袭者面前，这偷袭者被他一掌秒杀了。他将偷袭者的面罩取了下来，是一张非常平平无奇的脸，这种脸在街上随处可见。这隐匿功法不一般，竟然连我都没有发现。李青天后怕道，他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个偷袭者，不知是哪位前辈出手相助，可否出来让我感激一番？想到刚才那一幕，李青天朝周围大喊，但久久都没有看到有人出来，这让他很疑惑，难道是某位前辈刚好路过，就顺手救了他？感谢前辈。李青天郑重地向天空拱手道谢，瞬间他眉头一皱，闪身暴退。而在他原来的位置，竟然出现了10多位金丹强者，而且他们的实力貌似不是简单的金丹，速度比普通金丹快很多，显然是经历过长时间的训练以及发起。该死，他现在体内的灵气已经所剩不多，这么多金丹不好对付，而这里就他一个人了。你们是谁？李青天强装镇定，开口喝问：“李青天，别硬装了，你体内的灵气已经所剩无几，是完全打不过我们的。”一位蒙面偷袭者冷笑道：“显然他们就是等到这个时候才出手的。你们跟地上那个不是一伙的？”李青天疑惑道：“地上那个貌似只是金丹期，但有一身非常厉害的隐匿术，而这些人轻而易举就被他发现了，显然是没有隐匿术。
错，别跟他废话，速度解决。一个貌似领头的蒙面者冷声开口，众人点头，齐刷刷冲向李青天。李青天紧咬牙关，眼下只能强行作战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虎啸震慑八方，一只呆萌的小白虎出现在李青天跟前，朝着那些蒙面偷袭者龇牙咧嘴，发出如汽车轰鸣声般的低吼：“找我主人听见，找死！”白虎口吐人言，声音沉闷，令人身心震颤。偷袭者看到白虎出现，皆是暴退开来。看着突如其来的白虎，那些偷袭者皆是一惊，这是那半身神兽，可能实力很强，我们未必能对付。可我们如今无路可走，只能强行攻杀李青天。不一定，半身神兽通常不会太强，顶多是筑基或者金丹。我们未必不能赢，试试吧。偷袭者们议论几句，便不再犹豫，再度冲杀李青天。李青天听得一清二楚，这些人貌似是被指使的，而且对方有可能抓住了他们的把柄，他们不得不继续下去。找死！李青天冷喝一声，刚欲出手，站在他面前的白虎率先出手了。原本幼小的白虎幼崽幕后一闪，身躯忽然变得高大，堪比小山。还未等那些偷袭者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他便已经一掌拍下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，地动山摇。李青天都差点没秒完，摔倒在地。刹那间，所有偷袭者被这一掌拍中，站在虎掌中心的直接成了肉饼，其余的被掌风直接震灭，灰飞烟灭。轻描淡写的一掌便秒杀了数个金丹境强者，这可比李青天轻松太多了。一群垃圾！白虎慢慢变小，舔了舔手掌上的鲜血，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回府邸内，看着地上一滩鲜血和变成齑粉的骨骼，李青天有些愣神。这头神兽的实力深不可测，他刚才竟然完全感觉不出对方的修为境界，却能一瞬间秒杀众多金丹境，实力极有可能在他之上，甚至比他更强。儿子这是得到了什么神兽？未免太恐怖了些吧？而且还这么通灵性。就在这时，李青天脑海里忽然响起我的声音：“父亲，我知道这些偷袭者是谁派来的，是国主的战旗。”李青天一愣，表情慢慢惊恐起来。